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导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掌控，不给我留半点喘息的空间。跟你在一起，我觉得我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真的很自私，对家里的事从来都不上心，只顾自己享受。你真的一直都在消耗我对你的包容。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一个家？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觉得你越来越不珍惜我了。你所谓的对我好，也不过是在自我感动罢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你却从来都不理解我，只会埋怨我。我真的已经看不到咱俩的未来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马28岁，来自天津，工程师，有请。小王31岁，来自天津文员，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您好。好，小姐姐不错是吧？不错。对你好吧？挺好的。喜欢不？可喜欢了啊，可喜欢了。哎，这还差不多啊。同事？我们俩是上班认识的，也算是同事。对。现在我是不上班了。为啥？因为现在我感觉我自己的在公司里面其实没什么晋升空间，所以说也到那儿也不稳定。职业上面不稳定。对，职业上面。情感上呢？情感上可以。可以？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小姐姐可能今天有话要说，对不对？对。喜欢吗？我还是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很多毛病我接受不了。人我还喜欢，但是毛病我受不了，是这意思吗？对。我们听听男生有什么毛病，您说啊。是这样的，我男朋友他就控制欲特别强，所有的事儿我都得听他的，而且呢，他现在是裸辞考公务员，生活我觉得是不稳定，没有保障的，我很不满意。行，咱一点一点说，是吧？首先说他怎么控制你的啊？我所有的事儿都得向他交代，都得听他的。比如说，就像我手机的密码、QQ 的密码，还有微信的密码，都得跟他说，所有的行程都得向他报告。我就觉得特别没有个人的空间。那不挺好的吗？那些东西你都告诉我，咱俩有什么事儿也互相联系，对不对？再说了，那些密码我的也都跟你说了呀。那我还有个人的隐私吗？你不是不信任我吗？就是。那怎么叫没有个人隐私了呢？我从来也没上过，我就是想知道，那怎么了？你从来也没上过，你还要密码有什么用呢？你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什么，我好上，我好找着你，对，我不也是为了你安全着想吗？行，这个我就不说了。那我给同事发个表情包，你怎么还管呢？工作状态，你给人家发什么表情包呢？对吧？再说你给男的发，你给女的发不也行，对不对？什么样的表情包？就是普通的不带字，那让人多那个一想，对不对？你要是发点字或者你打个语音不都可以吗？所以说我很不理解，现在年轻人谁不发表情包啊？又方便，然后就也比较可爱嘛，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都管着我。他那表情包发给人家，我觉得他就是有别人的想法，就是不是他那表情包是发了一个亲亲或者抱抱的表情包，还是发了个什么？就是那种的动漫图片。那有啥呀？他发给男的，男的肯定会多想啊。要是发给我的话，你想别的女生发给我，肯定也会多。他什么意思呀？对不对？你想太多了啊！你想太多了，就不发了。我有时候还是会发的呀，我就觉得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件事儿，很方便。确实是那个，还有啥控制？还有就是我平时吧爱刷抖音，然后就看看这什么情感博主啊，就学习学习，一块儿就连放松带进步嘛。他就不行，这个也不让我刷，也管着我。你说你刷那个抖音，主任你知道吗？他刷抖音啊，他每回刷完之后都跟我说人家男友怎么好怎么好了，然后呢让我跟着人家学。你说我不如人家，你找我干嘛呢？
那问题是我就把这个抖音就当做放松，就是我觉得有的观点也挺好的，就学习学习嘛。行，这倒没什么，我们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你说呢？但他学习是可以学习，但往好的方面学习。你说那些东西你看之后都对你一点身心健康都不好，对不对？你光往我身上啊，再说那都是心灵毒鸡汤，你不知道吗？反正你什么都要管着我呗。啊，还有一次我跟您说，主持人，我们就是一块儿去买手机嘛，我想换个手机，然后我喜欢那款蓝色的，他就非得让我选那个白色的，说什么经典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我最后没听他的，我就选了那个蓝色的手机。他就冷暴力我，一个星期都不理我。当时啊，他买手机的时候啊，我陪他逛了好几个地儿，他看了好多。到时候呢，你不知道选哪，我替你做主吧。白色它经典嘛，白跟黑都可以，对吧？你非得选个蓝色的，那蓝色有什么好的？那蓝色的，你选个白色的不挺好？后续你再换个手机壳呢？不是，我是让你陪我一起去买手机，就是陪着我而已，而不是让你决定我选什么颜色。而且这手机是我自己用，不是你用好吗？我喜欢不就行了吗？不是谁出钱？我给他出的。你心里在这儿吧？我出的钱，你就应该听我的，是这心里吗？那倒不是，就是他买什么都可以，就是那个他的钱也都是放在我这儿，我来管钱嘛，就怕他多花钱嘛。哦，钱是你管啊？对，我管着钱。那个蓝色手机比白色的稍微贵一点是吗？啊，也不贵，其实就是稍微的，就是价格在上面也有一丁点儿，但不算太明显。哎呀，真会管账啊！就这破事儿，冷暴力1个礼拜不搭理你。对，他就不理我，故意的就这样。而且我和我闺蜜去逛街，然后就看见一件裙子嘛，女孩子爱漂亮，然后我就想买了，也是打折嘛。然后她看见，哎，你怎么买这件新裙子没告诉我啊？然后她又生气，又给我冷暴力。你说她买个裙子，你给我打个电话，你问问我你想买什么东西，对吧？我能给你参谋参谋。比如说你买裙子了，你给我打电话问我，我会告诉你，咱家里这么多裙子呢，对吧？咱别买了，对吧？不是，我现在换季了，买件裙子的决定权都没有了吗？而且你能参考什么呀？你个大男生，你知道女生的审美吗？你平时就比较乱花钱嘛，我管这些，我也是为以后着想嘛。反正你就是管着我呗，什么都不让我买呗。啊，我猜猜啊，你男朋友是不是特别会管钱？对，他就是他的那手是不是特别紧？对。啊，反正他就是抠。我是为他着想，以后花钱地儿不还挺多的吗？我就觉得他是抠。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像我朋友吧，送我一个口红，然后他都不知道送我过生日的时候。主持人，你知道吗？那个口红我还真来气了。那口红一个男的送你的，你怎么不说呢？你怎么知道是男的送的？你肯定是翻我手机了，你也不尊重我隐私吗？当时我要不看他手机，我还不知道呢。我就是无意间看见他那手机放床铺上，正好来条短信，我这么一划一看，你说说，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有人送你，当时你跟我说不是你闺蜜送的吗？我就怕你事儿多嘛，你就那么敏感，我就说普通朋友送我的嘛。你说主任多可气啊！你不是不看他手机吗？我是不看他手机。你不是说你只要他密码并不了解吗？对啊，但是他那天手机正好放旁边了，我就顺眼看了一下。对啊，那不就上锁了吗？他那锁我也知道，那还是你开的吗？他不有短信吗？上面一划着，我就无意间看到了。哦，哼，还真能那个。那你给人买呀？他哪回要什么我都问他，买什么我也问他，他哪回他都跟我说不需要。听明白了啊？钱真给他管？我是给他管。你也够懒的了，钱都不自己管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吧，他这人挺靠谱的，我也花钱就是没有数。我就想男朋友比较靠谱，就给他管了吧。谁知道他就是什么事都管，而且还这么抠。我想办张健身卡，他不让，他说呀，你就随便在家里练呗，买个瑜伽垫不也一样吗？你说你在家里面练不挺好的吗？1个月工资办张那个健身卡，那多贵呀！再说你去了，我能放心，咱俩得办2张吧，我得陪着你吧。还有了就是。你想去哪锻炼去？现在有这么多锻炼方式，咱非得去健身房吗？楼底下跑跑步、健身不都可以吗？那能一样吗？健身房里东西器械多全啊，还有游泳馆，然后那些专门的教练能教我呀，还可以上操课、瑜伽室都有，那能一样吗？那咱家楼底下那些老大妈他们不都是在底下跳广场舞吗？而且他们还用那些器具，他们不也是在那上练吗？那你还能跟谁比？咱是年轻人好吗？年轻人当然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了。还限制过你什么呀？
就是我们每次出去吃饭，我每次都想吃好点的吧。他呢，每次都带我去那种就是团购的那种地方，我真的是受不了。你说那个团购那东西不挺好的？团购它既便宜，而且还能吃到最好的东西。我不也是想拿最便宜的东西吃到最好的吗？你要平时出去吃顿饭得花个300-400、500-600了吧？你团购一回花个几十块钱，不挺好的？再说这么多人都团购，怎么就不好了呢？不是，咱们是天天都出去吃吗？不偶尔吃一顿好的就不行吗？你每次出去吃都是团购的呀。再说我哪回都问你想去哪吃，然后我给你盯着吗？去哪家团购店再给你抢吗？你每次去超市，你不也买那些快过期的东西？那天天吃能好吗？你早晨上班了，对吧？吃早点，我给你买点牛奶、面包打折的，挺好的嘛。再说那东西它也不坏呀，是临期的，不是吃完之后你身体就能吃坏的。那问题是谁不希望吃新鲜的东西啊？谁希望天天吃那快过期的东西啊？时间长了对身体能有好处吗？从家里吵到这儿了啊！你们家的活儿一般谁干呀？活儿一般就是他干的比较多，因为他现在就是没什么事儿嘛，我上班。哦，等于现在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吧？对。啊，家里的活儿都是他干哈？对。你会挑剔吗？我不挑剔的，他挑剔我。啊？对，他平时比较自我嘛，在家里还特别懒，什么都不干。下班第一件事连鞋也不换，直接躺沙发上先歇会儿。而且呢，我做饭的时候，本来我去买菜吧，买菜回来之后我准备做饭了，他也不给我搭把手，你说多生气。我天天上班挺累的了，而且咱们俩当初在一起时候你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什么活都不用干，家务活你都包揽了吗？是，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呢？他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他得尊重我一下，对不对？最起码你过来帮个忙什么的。就是男生觉得说白了就是女生懒嘛，什么都不干嘛，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这跟自不自我没有关系嘛。他除了这个花钱上比较节省之外，还有什么让你看不顺眼的？就是快过节的时候嘛，他就总问我要不要礼物，然后我不好意思就说不要了，他就真的不送。哦，然后我就还是挺失望的。顺水推舟是吧？那你以后就直接说呗。到了这个岁数了，有这结婚的打算吗？两位有结婚的打算，他父母也经常跟他提，我2年也不小了嘛，准备结婚嘛。然后结婚的事儿想准备买房子，他还想买辆车，他非得拿我那买房的钱去买车，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本来家里就有1辆车了，你还非得再买第2辆车。我买辆车，我不是天天开着也方便吗？你是有车，你天天说接送我，不也没接送我吗？好几次了，都是我10点多都下班了，然后你让我和同事拼车回去，你说你忙，就让我自己回去。然后呢，我回家了，你干嘛了？你打游戏呢？我能不生气吗？主持人，我跟你说啊，当时我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了，咱买车，咱还得加油，后续的挑费不都需要钱吗？行，反正你有道理。咱不是说结婚吗？说婚房这事儿，怎么提到车了呢？因为是他光一提到婚房的事，他就跟我他想买辆车嘛，他想拿婚房的钱去买。等于现在还没有婚房，是这意思吗？没有，对，是。咋打算的呢？我惦着拿我俩攒下的积蓄去付个首付吧。啊，那倒也行，是吧？反正要结婚了，对吧？问题是，他就是想，就是连婚礼都不办，就直接领证，就裸婚那种，我接受不了。其实还是他家里催的比较急嘛。再说我也是想的也是万全之策嘛，对不对？也是他家里催的这么急，还要结婚。再说我现在手里头也没有房，你说咱现在手里有点积蓄了，咱可以先把房买了。行，我现在听明白了，等于经济上并不宽裕，对吧？对。为什么要辞职呢？这种情况下，因为就是看不到以后的前景，说想找份稳定的工作，他以后就是比如说踏实长久干下去那准备找什么工作呢？我准备以后考个公务员之类的。以后考，啥意思？现在就准备中了，在家里面不干活，一直在准备。哦，他辞职之前跟你商量过吗？没有。为什么不商量？因为我觉得没有多大的事儿嘛，毕竟那也不稳定，毕竟在公司里面干的也不行，对吧？所以说我就不想干了。他就是也不跟我商量，但是所有的事儿我还得跟他说。听明白了。女生要问的是我该怎么办，男生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挺好，是吧？对，我觉得我俩挺好的，没什么事儿。啊，这位女性你是接受并认可的，对吧？我认可。行，你说她3个优点，3个缺点，开始。她的优点嘛，就是长得挺好看的，我就喜欢她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工作能力也挺好的，能力强。然后
还有就是完了，说俩特点不是女朋友的特点，是秘书的特点。来说3个缺点。他的缺点就是比较懒，不爱做家务，而且他还比较自我，他只是考虑他自己的感受，从来没考虑过我。那这缺点仨，优点俩，这怎么还感情没问题呢？都是在这个生活中发生这些琐事儿吧。哦，对，你不愿意放手是吧？我不愿意。好，老师们，你们看看这对情侣应该何去何从？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姐弟恋有没有美好？一定有，但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彼此理解、精神世界契合。但你们2个人，我认为达不到这样的前提。对男生来说，您的控制欲一览无余，你让他这么做那么做，你给他定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你认为你说的一定是对的吗？你说的就全部是真理吗？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他确实会心累，而且由于心累，他会对你们的这一段情感绝望。你控制欲为什么会这么强？我认为更多的是闲的，因为不工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强化这样的控制欲。所以你现在赶紧找一份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控制欲换不来安全感，爱应该是成全而不是控制，你明白吗？所以对你们2个人的这份情感，我感觉控制到头了，因为他喘不过气来了。所以这样的爱情很有可能就会被葬送。男生辞职了哈？对，辞职了。就没收入呗？没有。你存了多少钱呀？存了有个20多万吧。用的还不错呢哈，所以有底气哈。你也有底气去掌控一个31岁恨嫁的这么一个女生。其实特别简单，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多的爱呀，彼此的欣赏和喜欢呀，就是这种，哎呦，我好容易碰到一个人啊，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啊，所以我要牢牢抓住这份感觉，因为我怕寂寞，我怕没有人陪我。男生一直口口声声说，哎，我都是为他好，我是为他着想。他觉得好吗？我觉得他挺好的嘛，这么对他。他不觉得好呀，他觉得买条裙子特开心，在你这儿就是一顿冷暴力，1个星期能不理人家？我的天呀！这但凡是自主独立性强的女性，我自己赚的钱买了一件我喜欢的衣服，就遭受了对方1个星期的冷暴力，早卷铺盖卷走了。男生还说不放心女生哈，去办个什么健身卡，怕这个健身房里有其他的异性把他怎么着追走了哈。你不放心他，并不是说他对你就不忠诚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不够优秀啊。那外边世界那么大，优秀的男人到处都是，好男人到处都是，你不好凭什么把人留在身边呀？所以根本不是不放心他，是自己现在不够努力。女生，你觉得他对你的好是你要的好吗？刚开始还挺好，就后来越来越不是我想要的了。现在有一些女生就是有这种挺奇怪的这个生活状态，觉得别人都结婚了，我30多岁了，我得嫁了，碰到一个挺想娶我的人，我就试一试哈，万一还行，我就能把自己嫁出去了。对，我其实对自己也是，我也是比较自卑，对自己也不是太有信心的那种。所以这就是问题啊！你要知道，一段糟糕的婚姻远比单身痛苦得多。现在我知道，我看起来你也不喜欢他们，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爱情。你就是觉得遇到这样一个人还凑合，他也愿意和我在一起，我也到这个年龄了，咱就这么着吧。结果谈谈发现凑合都凑合不下去了，实在过不下去。没有爱在一起怎么可能长久啊？我真的觉得你们不合适。你去发愤图强，好好工作，找一个适合你的女生。女生不要恨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做一个更美好的自己，更优秀的自己，就会有人欣赏你，你也爱着他。
自自然然的走到一起。希望你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的姻缘，谢谢。现在状态啊，你们俩分别一个字就可以概述了。男生是慌，女生是气。男生的慌从何来呢？就是女生的优点嘛，又好看，工作能力又强，这都是你不具备的，你产生慌的来源。为什么裸辞啊？说点实话行不行啊？因为就是没有发展了，也在那个公司干不下去了。是被人家开了吧？咱就别要这点面了，谁不懂啊？你这么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怎么可能还没有一个下家你就要去辞呢？肯定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慌嘛。那好了，没有钱，我把女朋友的钱拿过来管，而且要管她的所有那些行为，不能买裙子呀，然后不能办健身卡呀，你就管得住一段感情吗？越管对方越气，你是越慌啊！不服你管啊？凭什么呀？我挣的钱让你管就不错了，你还限制我，你还想控制我，怎么可能呢？所以男生啊，到底是钱是省出来的呢，还是挣出来的呢？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的价值在哪里呢？如果你是只充当一个管家，哎，你又不甘心说家务都是我做呀，他太懒了。你的价值如果真是在家里的话，不好意思，您就得做家务，对不对？所以说呀，你的价值到底想在哪里？你要去哪里去用心用力？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一份工作啊，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没有什么不可以。女生气从何来呢？当然了，你本来说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想找自信，你觉得他也就一般，所以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才有自信。可是突然发现，哎，怎么处着处着我没有自我了？我想过我的生活没有了，我不想去吃那个临期产品啊，我想要品质的生活呀，为什么我的自由被你限制了呢？所以你的气是不顺的呀。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不说我的钱拿过来？你们结婚了吗？是夫妻了吗？就把钱搁在一个人那儿一起去做呀？不心甘不情愿呀。所以我觉得啊，对你们两个人如果真想走下去，甚至于想结婚的话，不慌了，气儿顺了，你把钱交出去，那不是你的，不是你们的。你看看你那点钱，你每天消耗的，你慌不慌？自己去找份工作好吗？底气足一点，你呢过着顺心一点。如果他真不合适，走啊。想清楚这个点，我觉得你们的问题是何去何从，自己判断。就这样。这明明两个像过日子的状态，钱已经在一块儿了，也生活在一起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精打细算。如果追求你的时候，这个也不舍得买，那个不舍得买，你肯定也不同意。但是这段感情是一个拧巴的状态，而且是愈演愈烈。交往的模式出了问题。第一，两个人都把控制当成了爱，我都是为他着想，做了很多，你还委屈呢？我付出那么多，我怎么处理不讨好了呢？我干了那么多，女朋友还要跑，你也挺委屈的。女方呢，听了一句话，其实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句话：以后什么活也不让你干，不让你吃辛苦。那你想一想，你什么也不干，那人家干什么你不就得听人家的吗？你没有话语权了呀。你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你就一步步的丧失自己，就发现连个手机壳，连个什么裙子，居然你也没有了话语权。一开始你以为这是爱你，最后你发现这是个坑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付出共同经营的。把自己交给人家，那命运就得掌握在人手里面。所以你现在后悔了吗？你发现那不是爱吗？所以我说错把控制当爱呀。人家买什么东西，人家人的喜好你全视而不见，个人隐私都没有，它不是你的从属品，不是你的奴隶。今天你们愿意做些调整，再尝试一下，毕竟这个感情走到这儿了，一时半会儿也不见得分得了。但如果没有变化，维持原状的话，我建议啊就得走了。哎，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俩之间没有最懒，只有更懒。
俩懒蛋碰在一起了，日子确实没法过，不服气是吧？没有。挣钱辛苦还是攒钱辛苦啊？挣钱。对呀，你选择的是攒钱啊。就在你的选择项里面，永远是选择最容易、最简单那个，就是懒吗？恋爱谈的也是吗？花功夫去了解一个人累，还是把人手机拿来看跟谁交往累啊？当然是了解一个人累了，看个手机那些信息，然后对一个人做判断，多容易啊！懒不懒吧？就是你们俩真是只有更懒，没有最懒，你就不用说了。这是你喜欢的男朋友吗？谈到今天压根儿就不是了，连分手都懒，连换个男朋友都懒，还要往婚姻里走。你们这，我说你们俩在一起不是就只有更懒，没有最懒吗？你们俩之间就比懒嘛。一个人挣了钱都懒得管，还要给别人管，那你还能干嘛？你还管一下钱，你还算一下账，这个大甩手连这个都不愿意干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俩是一类人，懒人嘛，面对生活太懒了嘛，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嘛。你有什么资格结婚？除了年龄是有资格，你有什么资格结婚？凭什么把闺女嫁给你？连个工作你都不好好找，我为什么要把闺女嫁给你？问你呢？没有。对呀，算计什么买房还是买车，先赶紧工作，赶紧学习。那懒的这还结婚？就这就嫁啦？生活不能懒啊，好好去找工作，结婚的事儿先放下来，先把自己做提升，再说其他的事儿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吧，刚才听了几位导师说的话，我心里挺有感触的。毕竟咱俩在一起1年多了嘛。其实有的一些事儿，我以后我都会改。还有那个工作的问题，我近期的赶紧把工作给找了。其实这1年多里头，咱俩在一起，我觉得咱俩挺好的嘛。所以说我还是不想放弃，咱俩能不能继续在一起？我现在真的是很迷茫，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步会怎么样。就是你一次一次的让我伤心，然后我又一次一次的心软。刚才我听了4位老师的一些话，我现在自己心中也有了答案，然后我再考虑一下吧。谢谢两位啊，请回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来吧，于老师。控制欲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男出女不出。男出女不出。兴许女的懒得走呢，双出。他们懒得改变，双出。哦，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请开门。有些人走着走着哎，散了，有些走了。看着看着，其实说白了啊，我觉得有一些人来爱情保卫战是要做一件在生活里不敢做的事情，是要利用一扇门来把自己在生活里不敢做的事儿在这扇门后面完成。合不合适其实两位心里早有数，所以我们要说的是，祝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努力起来。璀璨的人生啊，就是需要奋斗，离开了奋斗躺在那儿，生活怎么会对你微笑呢？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一直用心勾画着咱俩的未来，可你却总是无动于衷。如果你根本没打算和我有个结果，又何必耽误彼此的时间？我觉得你真的太心急了，我不希望在感情中被人一直推着走。你总说我对你冷漠，可能你从来就没有懂过我。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幼稚不懂事的小孩子，可是我已经在努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咱们每天因为这些事情都在无休止的争吵，我们的感情也在被消耗。如果你还不能变得成熟一点，咱俩真的很难再继续走下去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刘23岁，来自天津，兼职，有请。小李24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有请。欢迎两位啊，谈了1年半是吧？是的，都准备往婚姻里奔了，对吧？对。啊，谁追的谁？我追的他。啊，追了多久？追了有1个多月吧。谁先提出来的我们要往婚姻里走？我吧。啊，现在走到哪一步了？走到准备这个结婚的过程了，看房啊、婚礼筹备这些，基本这事儿就算定了呗。也不是。那在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女朋友现在不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喜欢我了。啊，为啥？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看房这个阶段吧，就是我想让她就是跟我一起去看这个婚房。但是他却就是不在意。那天好不容易跟他说了，就让他去跟我一块儿去看房。然后他到了那个销售大厅，人家跟他讲这个楼层啊、户型啊、面积什么，他也一点也不在乎，还跟人家说，反正以后这房也不一定是他住。这是为啥？本来我们俩是约好了，在我休息那天去看房子，结果他也没跟我商量，他就提前1天就拽着我去了。结果我也依着他了。然后到了那儿，那个销售就一直在说这个房子怎么好，怎么好的，我就觉得那个销售就是套路他，就是给他洗脑。哦，行。双方父母对你们的婚事都支持吗？他家里是很支持的，然后现在我爸妈还觉得让我俩再接触接触再说。所以结婚这件事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吧？也不是，他也是很同意我们俩早结婚的。但是他家里现在就却说是想再缓缓，他也是现在的意思。见过他父母吗？见过，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见过啊。去他家的时候，也跟他父母聊这个结婚这种事情，然后他父母也是这种毫不关心的样子。完了以后说接触的太少啊，就是再处2年再说。然后到中午也没留我在那儿吃饭，然后最后他把我过年送的礼物，然后转1天他爸妈让他给我把那海参给拿回来了。那是因为我爸妈觉得他给拎的那个海参太贵重了。而且他现在还没正式毕业，也没有个正式的工作，我爸妈肯定就不放心呀，所以才让咱俩再接触接触啊。没有正式毕业是个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是实习期，还没有正式就是毕业。那你着什么急呀？因为我家里觉得这个在一起半年多了，然后我也觉得我这个对象挺不错的，人挺好的，家里想让我早点结婚，然后我也同意我家里这个想法，也想跟他早点结婚。行吧，我明白了，等于女方现在有来自家庭的阻力，对吧？对，而且我自己也想再跟他接触接触再说，因为我俩现在接触下来，我觉得他现在太幼稚了。哦，一点也不成熟。说说吧，怎么幼稚，怎么不成熟？就我一天下班之后到家就已经很累了，我就想早点休息睡觉了。他不行，他就得一直拽着我陪他聊天，他永远都说一点没用的问题。他今天这个大妈给他盛饭少了，那个司机给他绕道了。永远都是负能量。是这样的，主持人，像我俩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什么的。像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哪有特别多开心的事情跟他说？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俩在一起不沟通，还有什么意义呢？是，那你就说点有用的话呀。他除了说这些，他还特别爱翻旧账，他总把我俩之前吵架的事儿再搬出来再说一遍，就非得讨论个谁对谁错才行。你们俩以前为什么事儿而吵架呀？我俩每次吵架的时候，我会把我俩的问题发在我那个闺蜜群里，会跟她们分享，然后她就很介意这个。我的天哪！就是你们俩的事儿，你闺蜜都知道呗？对。她每回都是把我一些这种生活上就小事，比如说今天晚上可能累了没洗澡，或者说是我俩聊天的那种亲密的截图，都发给她的闺蜜朋友们，让我觉得这个特别没有隐私感。跟他说完以后，他不仅觉得无所谓，还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完了以后，她的那些闺蜜们也是站在她这个角度上给我这边讲一些大道理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都迷失自我了。因为我之前跟我的朋友们玩，但是他觉得我这些朋友他不喜欢，所以说他就让我跟他的这些朋友亲近。
之前来讲，我在学校的时候是足球社社长，也有很多兴趣爱好。可是跟他在一起以后，这东西都没有了。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就是让我远离我这些朋友，就去跟他的那些朋友在一起。那你现在跟他那些朋友处得怎么样啊？也就还行吧。这不挺好吗？不是挺听话的吗？要干啥干啥。可没有，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他不跟他那些朋友出去玩了，是因为我觉得他那些朋友太幼稚了。他那些朋友也都跟他一样，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玩。你天天踢球，能踢出什么来呢？我这个兴趣爱好从小一直都是这样，而且我也为了你现在不去踢球了。但你现在来讲，我想要求就是你别跟你的闺蜜们老聊我的这种隐私，咱俩的。可是你还是觉得这种无所谓。那他们的男朋友都没事儿呀，他们那些吵架什么的，他们也会往群里发呀，他们的日常也会跟我们分享啊。他们男朋友怎么没事儿呢？就你小心眼儿。这不是说小心眼儿不小心眼儿的事情，而我觉得这种就是冲犯我的隐私了。主任，您说我这说的有错吗？没错呀，都没错，就是不能共同理解，仅此而已。他说他不喜欢我那些朋友，但是他后来跟人家走得越来越近，他又加人家微信，又请人家吃饭，还给人家买东西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跟谁呀？和我的闺蜜啊，这很正常嘛。你愿意把一个好东西拿出去展示和显摆，那总有人喜欢上嘛，这都很正常嘛。是他主动约人家的，人家去了吗？他去了，那不就还是喜欢吗？这怪谁呢？真干这事儿了？是因为我跟她那个闺蜜只想约出去跟她聊聊，就是我对象对这个以后结婚这个事情的态度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她有时候不跟我说实话，她跟她闺蜜我觉得可能会说一些。因为比较近，所以说想问问。这问一来二去的就关系走得很近，对吧？对，因为就是讨好人家嘛，送点礼物啊、小礼品什么的啊。都送了些什么呀？就是一些就是平常的一些小手链啊，或者说小口红什么的。都送手链和口红了？是。对方也收了？对，然后他也跟我讲了这些我对象的真实想法什么的。那你为啥不能问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有时候不跟我说就他毫不在意这件事情。要命了，这怎么结婚啊？这结不了婚啊，这很有可能都要分手啊。我问一句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我俩是因为上一份工作所以才认识的。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俩之前在一起上班，然后在那个公司规定是入职半年之后才允许谈恋爱啊。然后我俩刚在一起1个月的时候，他就带着花，然后又告诉同事，然后弄得全公司人都知道了。后来我俩也都离职了。哦，为了恋爱你还丢了一份工作，是这意思吧？而且我俩刚开始是约好了先悄悄谈的，他就违反我们这个约定了。那个时候觉得浪漫啊，还是觉得他幼稚啊？那个时候他抱着花来公司的时候，确实觉得挺浪漫的啊。但是他现在也不好好找工作，现在还是在家混吃等死。之前实习了几个工作，他也不好好去，天天要不就这个上一天，那个上半天，总是觉得人家公司不行，人家同事不行，人家老板不行。上次我让我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他还是又去了1天，又回家了。就因为人家老板让他倒杯水，他又不乐意了。你怎么打算的？他说的这件事情，我回家跟他说了，就是我这倒杯水的事。他不是那种和蔼可气的老板，说受累帮个忙，或者我现在有点事儿，然后你受累给我倒杯这水什么的。他不是这样，他是处于那种强烈的口吻，就是不得不这样去做。因为我到第1天是个新人，他有那种牺牲的那种，然后那个工作环境跟工作氛围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我在那儿觉得是在浪费时间。那我是说你对未来的规划，不是说你怎么想的跟老板的事儿。哎呦，现在来讲，我家里还有我的想法都是先去一个地方先多学习学习，然后以后来讲就是看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就是长稳发展。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我家里会跟我还有我这个女朋友以后结婚以后会赞助一个小店，就是夫妻店那种的，让我们俩一起去经营。哦，这家里实际上面是给安排了未来的，是吧？啊，你这钱到底从哪儿来啊？买房什么的？啊，是我家里给出。行吧，所以现在看来离婚不是离婚。结婚还为时尚早是吧？像我觉得在一起半年多了，然后也不是很早，然后现在有闪婚的都，所以说你了解他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好，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来是想请您跟各位嘉宾老师帮我俩想想以后该怎么办。按照我俩现在的状态，确实以后要是结婚的话挺难的。
你还是人间清醒的。对，结婚还是挺麻烦，但是分手又舍不得，对不对？对。家境也不错，对吧？对，我觉得他就是让他家里宠的太厉害了他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而且他刚才也说了，他就是想以后毕业之后，然后他家里边给我们俩出钱开个店儿。他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不好好找工作。那哪有上来就能当老板的呀？你不积攒点经验，怎么当老板呀？是我家里的想法也是想让我出去去积累经验，像他刚才跟我说的那个，让朋友找一个那实习的工作，然后就去那就是端茶递水的那种工作环境下，我也学习不了任何东西，我就想换一个实习工作。端茶递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可是他不是说的那种，就是我受累啊，帮个忙什么的。这还有人跟你说吗？我们的那个到单位的时候还暖水瓶呢，知道吗？拿着暖水瓶到水房里把水打好，然后早上8点钟上班，你一定是7点50到那儿，把水打好放在那儿，把地看看好没好，对吧？前辈没来之前把谁喝什么茶叶给人放好了，前辈来了赶紧给沏好，您才能工作呀。然后您给全办公室的人取报纸啊，这不是职场第一课吗？别人教你东西，你拿什么回馈啊？像我觉得这样，他说那种就强硬口吻，让我就今天不到不行了来讲那种口吻，我接受。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到呢？这就是学习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也挺有意思的，我凭什么教你啊？你在公司拿钱，对吗？对，我是公司的前辈，我把我的经验都交给你了，你学本事还不能低头啊？这就是他说你为什么不成熟？公司有规定，入职不到半年不能谈恋爱。为什么那么高调的说呀？把人工作也弄没了呀？这就是你的不成熟啊！对，而且我们之前公司已经有很多这种先例了，都是因为谈恋爱，然后非要在办公室里边高调的谈恋爱。行了，你也是，就我也不说您了啊，这个也别怪他，知道这先例你绷半年呀，你让他追你半年呀，又合规又看这个男生有没有长情，追了1个月就被追到了，还怪谁呀？自己一个守不住嘛，一个胡来嘛，然后现在又开始冲动的要结婚嘛。你们今天真来对了，你们好好听听老师们给你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女生那个诉求特别好，就是我们未来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里面可能不仅仅是关于情感的，还有关于生活的，关于职业的，对吧？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并不是不想结婚，而是认为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对，其实女生都渴望婚姻，但更怕受伤，所以她对这样匆匆的结婚有些犹豫，甚至有些恐惧。男生刚才认为这是他和他的家庭对你们2个人的婚事的漠不关心，这并不是，这是慎重。如果你对他的爱在，你对自己的努力在，怕什么呢？女生现在认为男生最大的问题就是2个字：幼稚。对，其他有吗？其他没有。和她走得很近的你的那个女闺蜜有男朋友吗？有。她男朋友知道她和她的女友走得这么近吗？他也知道。有意见吗？没有。因为不爱嘛。这还真是一个问题。男生需要成长，需要成熟。就像刚才赵传老师说您的一个职场第一课，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您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主动的这么去做？这是一种姿态，这是一种感恩。因为我要从前辈身上学本领，他们会看到您的这样的一种努力和学本领的渴望。在这样的场合，你去肆意妄为的展现自己的个性，这还恰恰就是不成熟和幼稚。我再问您，您对自己的未来是有规划的，但这样的规划征求过您的女友的意见吗？没有。那你是不是对她的不尊重呢？她是不是会更加的感觉到你们2个人离婚姻还很远？
所以男生，你们两个人现在还真的不适合跌跌撞撞、匆匆忙忙走进婚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好吗？谢谢。女生今天的诉求是什么呀？拒婚、抗婚、逃婚。我也没太想好要不要跟他再结婚，但至少没想要跟他分手，对吧？对，就是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女生，刚才主持人说你人间清醒，我觉得你有点太清醒了。我的感觉你并不是很喜欢这个男生。首先，他是个大男孩，没长大，很幼稚，你一眼就看穿了。那你就不要选择他呀，你去找一个成熟的、能给你安全感的、可以进入婚姻的人，但你没有。因为你既想拥有他对你的那份炙热，才1个月就抱着花在公司向你求爱，你一方面又觉得他很幼稚，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家庭生活，但是你看上了他的炙热和他相对比较不错的条件，所以我不觉得你是因为爱他接受了他的求爱，你是因为条件。第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很爱她的男朋友，会注意保护他的隐私，可以和闺蜜分享，小女生嘛聊聊天，但不会把男生那些丑事跟女生说，应该去维护他在你好朋友面前的面子和尊严。你没有，想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打心眼里你也没有完全的爱上他，你本身就对他有诸多的不满。第三，你跟他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敷衍他，因为你不想失去这个条件还不错又很爱你的男生，所以你在敷衍他，你在观察他，所以你才会跟他看他看上的婚房，你没有直接拒绝说我不去，我们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所以又敷衍又有一点观望，你就没有那么喜欢他，这是你不想嫁给他的最重要的条件。其实幼稚，你换一个角度想，那叫单纯炙热可爱，怎么就不能嫁呢？男生人家说结婚是负责任，对吧？我觉得你着急结婚叫不负责任，你根本就没有想好未来的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全靠一股冲动。哎，我喜欢这个女生，我就要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关键那是你给她的吗？那是你爸妈给她的吧？你连一点点端茶倒水的小委屈都受不了，你何以迎接婚姻当中的风和浪啊？未来你们的家庭生活要面对多少风浪呢？经济，你们俩之间的争吵，价值观的磨合，养儿育女，孝顺父母，你有能力吗？所以你这个结婚就是不负责任。拜托你想清楚什么是责任，什么是作为一个员工应该负的责任，什么是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做出的努力和责任，什么又是对待父母应该有的责任，你再去成立自己的小家庭。没想清楚这些就要急于步入婚姻，那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你们俩现在真的别结婚，女生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男孩了，你真的心里认可他了，咱再谈婚论嫁。男生什么时候学会负责任了，能够承担起小家庭未来的风和雨了，再说结婚的事儿。谢谢。女生现在顶多是把这个男生当成了恋爱对象，但绝不是结婚对象，他离结婚对象差得太远了。一谈到结婚，你一定头疼。你看你整天聊的是什么呀？聊的没用的，不感兴趣。你应该聊事业，可你现在聊的是好像你的父母给你安排的一条路而已，那是别人安排的，你一点主见都没有。所以你才会把你们之间的隐私，你们之间恋爱当中的任何事情都分享给你的闺蜜群。你对和他在一起要结婚这件事情抱着是100%的不认可，你压根就没看重这段感情，所以你才可能一边去和他去看房，一边和别人说未必这房子是我住，多么的轻蔑，多么的无视他的付出啊！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太轻了，那为什么不跟他说出来呢？因为你正在享受他的幼稚带给你的好。你说幼稚是他的缺点吗？恰是你现在没有离开他的唯一的一个条件而已，因为他听你的，
因为现在你身边只有这么一个人，100%的掏心掏肺的利用他现在的所有的认知在爱着你，在追着你。所以说你是既希望他能够成熟起来，又希望他就这个样子吧。否则他要成熟了，还会看上你吗？还会接受你把你们之间事分享给别人吗？要知道爱情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又是制造者又是使用者，同时还是维护者，别人是不可以掺手的。所以你发现问题了，让别人掺手之后，哎，这个男孩就会跟别人更亲近哦。所以你要不就踏踏实实告诉这个男孩，你不适合结婚，让他清醒，正视你们这段感情的分量到底有几何。男生啊，你是被你的父母照顾得太好，你为什么敢去说我不倒水，就是因为有人给你铺了后路。所有的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有后路吗？你的父母可以包办你所有的事情吗？连后路都给你想好了，你的天就是他们撑起来的，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在了怎么办？你应该自己去闯一片天。这个女孩未必能够跟你走下去，她未必有这个耐心，有这个决心，有这份浓浓的爱意陪你去成长，你得自己来哦。听懂了没有？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办，就如同你很反感她把你们之间的事分享给闺蜜一样，你把你自己的事业交给了别人，怎么可能？你在哪里？你要有主见，好吗？就这样。刚才我听到了女方的诉求说，下辈子怎么办哈？要听一些建议。男方的诉求是什么？我确认一下。就是我想确认他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好，我感觉男方呢，在坚持着自己的计划，我要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买房，然后有怎样的事业。但是我们要知道，结婚这件事情，你谁都可以不听，但是你得听你女朋友的吧。不能让他当成你的配角，对不对？所以在你的计划里面，看似好像你在很执着的要结婚，也看似父母好像在问你的意见，实际上父母替你包办的非常的多，其实你也没有太多主见。女方呢，看似很冷静，但是在面容冷静的背后，你脑子里时刻在想着你闺蜜给你说的那些声音。你今天想问大家给你提什么建议，你觉得你能得到答案吗？如果你要是能得到别人给你建议的答案的话，那几个闺蜜的答案难道不够了吗？所以你的冷静，我认为只是表面冷静吗？你还是个没主见吗？以后的日子都得要靠别人指点去生活吗？不可能。所以结婚太早，恋爱我看也要夭折啊。你们练着练着都要通过外人去参与，由个人中心转到外人中心，这明显着这段感情要拜拜了嘛。就你看你俩这表情，半年就这样了，谈成很严肃的样子，前半年都谈成各种纠缠，那我个人认为就不如放手了，感觉不对了，其他都不要谈。如果一上来说哟条件还不错，你被这个限制住了以后，你就容易忽略新的感觉。但最后你发现过日子如果没有了新的感觉，光靠物质条件还不错是过不下去的。所以不妨先试着分开一段时间，也别说分手。如果觉得这样分开一段时间觉得哎还挺好的，都挺清静的，那就真的拜拜了。哎，分开以后发现哎呦好像对方身上还有一些我喜欢的地方，还不错，我挺想对方了，那么再试一试，给你们个恋爱冷静期吧，这是我的观点。好，谢谢于老师啊。哎，挺感慨的。其实如果你要不说结婚的话，我估计你们这么玩玩闹闹还有一段时期。你一说结婚，你女朋友整个的思维方向和思考的方向就变了。热情洋溢的带给我喜悦和快乐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承担责任的。我只要忠诚，他就无责了嘛。婚姻要承担太多的责任，所以他害怕了。女生，我特别提醒你一点，爱宝，如果你常看的话，前一阵子应该播出过一期吧，就是一个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一个女生，就觉得条件不错，这个男生我是可改造的，嫁了之后也很痛苦。说你人间清醒，我说不结婚这件事儿你是人间清醒，除此之外也是糊涂蛋子，你就真的不尊重他。
你眼里有他吗？你看你说那话多伤人啊！你可以不去啊，你可以不配合呀，不要犹豫，一起进入真情60秒。你真的是太幼稚了，也不懂事儿。经过咱俩相处下来，我觉得你还是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也不知道咱俩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在一起了。通过咱俩在一起的这些半年多的时间里头，其实我是很开心跟你在一起的，也很快乐。但是你家的一些为人处事，还有你的一些做事的态度，实在是让我们家还有我自己也接受不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当时咱们冲动的在一起，还是说怎样的。但是现在来想，我确实也不是很清楚，我应该如何跟你再继续走下去。可能也怪我，可能太年轻吧。但是，因为不爱而分开不可耻，可耻的是彼此欺骗，骗自己的内心，骗对方，那才可耻。谢谢两位，请回吧。预测一下啊，急于结婚，结果煮出了一锅夹生饭，也只能倒掉了，算不出。其实俩人都不爱，所以都不会出来。我觉得男生会出来，女生不会。来看结局，请开门。哦，这不是挺好吗？啊，就是不再相爱了，我们分开，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做一个成熟的人。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